大家好，今天晚上美国要公布非农数据。那对于这种重要性的每一个月的事件呢，那我们尽量的是，如果你没有底仓，尽量不参与，这是我一直给自己的一个习惯。因为在这种特殊数据的行情当中呢，它很多不确定性因素，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它的走势并不会像我们认知的利多或者是利空的时候，它会正面去反应。这里面就是一个资本的操控。这里面的话，我们尽可能的，你之前你做了有底仓的空单，你在这里保持不动，然后等晚上走势明了了之后，你再去做决定，那也是可以的。我是不太相信，新闻还有一些其他分析师的分析。我最主要是根据自己的一个分析，还有按照当下的结构走势去研判，有自己的一个判断。那目前你在日线上面，它并没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方向的一个判断，那我们就要去从它小级别去根据它的结构走势去定性。那这个定性呢，并不是说是我们分析到了之后呢，它就会一定按照我们的去走，但是我们要去根据自己所学的内容呢，还有策略、技术这些基本功呢，去合理的去管理自己的头寸。那在这个位置呢，前两个视频讲到它要去做级别的扩展，从小时级别扩展到日线级别，那我们就等于是把这些走势在大级别里面的走势用小级别去把它分解。前几天的高点5419，它这个下跌呢，它现在并没有按照我们之前设定的或者是判断的是去走一个30分钟级别的，它是现在走的2小时。那我们再把它打到2小时图表，2小时图表在这个位置呢，它前后两个中枢有重叠，那就说明它在这个位置要从30分钟扩展到2小时，它要去做一个它的一个走势，要么是盘整继续盘，要么就是走趋势向下跌，这是按照它的形态给我们的一个方向。那它在这里的话，这是下，这是上，这也是一段下，那这里它做一个反弹的上，那它的重要的一个压力呢，就是上一个中枢震荡的上沿是在这个位置。那它如果说是在这里做一个30分钟的一个上涨呢，出现一个中枢呢，那它必定会去向下，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一个下上下再上再往下，然后这里去构造一个2小时的一个中枢，也就是我们通常说这是作为一个震荡区域，你也可以这样去理解。那我们现在就只能去等，那我们在这个时间也可以去换算一下，就是我们现在是12点，那离非农数据还有9个小时，我们知道它的最低的时间呢，我们把它画出来啊，这是5、9、13、17、21，因为这里面它30分钟回跌的一笔走势并没有出现，也就是这个还没有完成。那我们算它现在走完，从这个9到21，那还差
12根30分钟的 K 线。那这个的话就是最少的时间，我们就是在看6小时，基本上时间对得上。那我们现在目前不做任何的一个操作，它如果按照我们设定的给了机会，我们可以去小头寸的去参与，比如说它这里打到上一个中枢的上沿的时候，我们可以小仓位的去做一个空单，那是可以的。但是在这下面这个区域的时候呢，我们不去做任何的一个操作，因为它这里它并没有说是给出一个明显的走势，它这里还可以去怎么走呢？就是它的这个位置，它并不直接在这个区域做一个中枢，而是在这里只做一个震荡，它可以在下面去做震荡也可以。然后后面再反身向上，这种都是可以的，就是还是继续去盘整。那我们在2小时图表上面，这里也可以大概去看一下它的走势的话，按照这里如果说是一笔，它向上，它现在还至少差2根2小时的 K 线，也就是还至少要再去看4到6个小时。它如果说是走反弹的一笔，它就会去向下，最终这里形成一个2小时的一个中枢。然后至于后面它是继续去盘整，围绕这个中枢去做盘整呢，还是打出一个3脉继续这种走呢？那我们现在不知道，因为我们做技术分析还有策略的时候呢，一定是跟随当下走势，去随着市场它出现什么形态，出现什么走势，我们再根据当时的情况而定。那现在我们最基本的原理和策略呢，就是在上方的空单我们继续去持有。就比如说它如果按照我们的分析往下打的时候呢，我有可能在下方这些位置我会去做一个对冲单，这也是一种方法。那我们只能去走一步看一步。那对于白银，那我们打过来看一下白银的话，我们在上一个视频讲了，这个白银只要它在30分钟图表一直在 86.54 下方去运行，那我们都是视它为弱势行情。我们这里的话，它的空单在这上面的空单还是一直保持不变。它这里的话30分钟也是在做低位的一个震荡。那在2小时它无非是什么情况呢？就是在2小时图表这根 K 线的低点并没有去破这里的低点，对吧？那这里的话它没有去破这个低点，它大不了反身向上过这个高点，然后整个图表呢它会去这里完成一笔，然后这再走一笔，然后再去向下，它可以是这样去走的，就是它整个形态从上面这个高点下来，它在2小时图表并没有完成，它最终来讲，如果破了这个低点之后，在下方的时候，那我有可能再去做白银的一个对冲。还有一种就是有可能我会把白银有一些头寸呢，我稍微减一点空单的头寸，然后在下面去做对冲，最终看它的一个走势，我们再去重新去回补一些仓位也是可以的。那我们目前是这样分析的，然后最主要是看今天晚上它的一些具体走势，并不是说我们分析完之后很多的头寸我们不会去变动，而是我们说要随着后面或者是当下的走势而去决定。那这里的话就是我今天给自己黄金和白银的一个策略，也供各位参考吧，不一定正确啊，只是怎么讲呢，就是我们要客观，不能太主观。
只是你出现了什么样的走势，我们去通过分析之后，客观的形式去判定之后呢，用自己的头寸管理，它什么位置我们该怎么去做，中间的这种无序的波动呢，我们不去做任何的操作。那今天中午的视频我就做到这儿吧。